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我要来和大家聊一聊底妆，这个我们中年女性的心头大患。为什么呢？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有时候擦了底妆之后，本来呢想遮个斑，提个气色，结果呢细纹反而变得更加明显，还显老10岁，甚至有时候呢一上粉底就卡纹卡粉，脱妆斑驳，反而让自己看起来比不化妆还显老。这其实呢就是跟我们50岁以后的皮肤发生变化的状况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现在还在用错误的粉底产品，妆感呢只会让我们的细纹更加明显，肤色看起来也不好。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分享怎样挑选适合熟龄肌的底妆，让我们呢可以画出自然又年轻的妆感。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我会分享几款比较适合熟龄肌的女性的底妆。那如果你对这一类的话题感兴趣的话，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有些底妆让我们看起来比较显老。我们现在的肌肤呢跟20几岁的时候的皮肤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皮肤呢会慢慢变得更加干燥，皮肤呢因为渐渐的失去胶原蛋白，也开始慢慢有松弛，细纹啊毛孔啊也会跑出来捣乱。比如说前一阵子我在试用一款比较高遮瑕的粉底液，结果擦上去就是妆感非常的厚重，这些粉底全都卡在我的法令纹和眼下的皱纹里面，显得皱纹细纹更加的明显，笑起来的时候呢就好像多了好多条线一样。所以说底妆选错真的会让你多扛10几岁的视觉年龄。那么熟龄肌呢应该要怎么样挑选我们的底妆产品才不会踩雷呢？在这里呢我整理了3个超实用的重点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个，一定要选择质地轻薄并且能够有保湿效果的。对于我干性肌肤的人来说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真的呢，一定要选择有保湿成分的粉底液，比如说里边含有玻尿酸呐、角鲨烷呐这之类的产品，擦在脸上的感觉呢会水水润润的，不会很干，这样的才不会放大我们的细纹。第二个呢，就是要选择遮瑕度刚刚好中等的。年纪大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呢，脸上难免不了有一些斑斑点点，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把脸上所有的斑斑点点一定要遮得干干净净。特别是有些朋友他脸上会有晒斑呐、或者干斑呐、还有一些黄褐斑呐、你越是叠加不停的去遮，要把它遮盖的严严实实的，越是呢这个妆感就会觉得很厚重，粉底会很厚。比如我现在呢就比较喜欢轻度到中等遮瑕的粉底液，如果局部地方我觉得黑眼圈啦，或者是有些斑点啦想遮掉，我另外呢会用 concealer 遮瑕膏去在局部的叠加，这样整个脸的妆容呢看上去就比较干净又有呼吸感。第3个重点呢就是色号千万不要选的太白或者是太暗，这一点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呢都希望能够美白自己的肌肤，美白就好像是越白就会越美，其实这并不正确，因为每个人的肤色都不同，有的人他是比较属于冷白皮，有的人是属于偏黄的肌肤，也有的人呢是因为斑点啊或者肤色不均匀，脸色会有暗沉。所以每个人在挑选粉底液的时候，颜色真的非常重要。粉底液呢一定要去试，在之前的视频里呢我也有介绍过怎么样去挑选适合自己肤色的粉底液，可以在自己的脸部和颈部之间擦粉底液，然后去测试一下哪一种颜色是最接近你自己肤色的，也就是最适合你自己肤色的。越是接近自己肤色的粉底液，擦在脸上的妆感也就会越自然。好，那现在呢我就和大家分享我自己平时比较喜欢的这几款粉底液。其实也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肌肤，我的肌肤状况呢是属于干性肌肤，有时候特别到秋冬季节特别的干，而且我的肌肤状况呢，我脸上的斑点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会有肤色不均匀的情况，特别是脸颊两边呢会有一些红色的血丝，还有就是脸颊这边呢有一些小斑点呐、还有一些暗沉，肤色呢有时候不均匀，所以我一般呢会先用到的就是这一类的 CC Cream。 这一类的 CC Cream BB Cream 呢，它可以很好均匀我的肤色，首先让我的肌肤整张脸看上去
肤色均匀了，那你整个脸上的暗沉没有了。每个人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肌肤状况和不同的需求去选择粉底液。如果你的肌肤状况很好，没有什么斑斑点点，只是呢有一点点暗沉啊，或者是肤色不均匀啊，你就可以选一些 BB cream、CC cream 这一类，遮瑕率不是很高的，但是呢又一定程度可以均匀你的肤色，提亮你的肤色，让你整个脸的气色呢看上去更加好。平时的日常不是很想化妆的情况下呢，我就会用到这个 Emborium 的 CC cream。 之前呢我在视频里也有介绍过，它挤出来呢是有一点点绿色的，而且非常的滋润，它可以很好的提亮我的肤色，然后呢很好的能够均匀我有红色血丝的地方。其实它也能很好的提亮皮肤蜡黄的程度，就整个擦上去以后呢，可以让你的肌肤看上去提亮了一度。如果说皮肤暗沉或者是有泛红的情况呢，我可以建议你去用一下它，擦上去你看马上就可以提亮一个色号，看上去是不是白很多。这只手我只用了一点点，你看马上就看上去比另外那只没有擦的就是亮了很多，肌肤就提亮了，而且看上去一点也不厚重，一点也没有粉状的妆感，非常滋润。另外这款呢也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用的底妆 Armani Luminous Silk Foundation。 这款呢就是阿玛尼丝光粉底液，其实在底妆界呢它已经是属于很经典比较出名的品牌了，特别是对熟龄肌的女性来说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它们呢是采用了独家的 microfilm 的技术，粉底液的质地呢也相当的轻薄，就像丝绸一样的丝滑，它挤出来是有一点点流动性的，是非常非常丝滑的底妆，给你有一种奶油肌的感觉，特别适合干性肌肤的朋友。出来的妆感呢是有一点带奶油肌的，比较滋润的，它里面呢是含有保湿成分甘油，擦上去呢是非常轻盈的，几乎感觉不到有什么负担，就像你自己的第二层肌肤，很自然。阿玛尼的这一款呢，它的遮瑕力是属于中等的，但是非常容易的推开，它能很有效的模糊我们的毛孔和细纹，特别适合熟龄肌，它不会卡在你的细纹里面。擦完之后呢，让你的肌肤呢看上去很滋润很健康，我非常喜欢。尤其是那些你有想遮一点遮瑕，但是呢又不想看出来有很厚底妆的朋友，可以去试一试。它唯一的缺点呢就是价格稍微贵了一点，但是效果真的是比较值得的。第二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底妆产品呢，就是迪奥的粉底棒。这款呢之前我有专门出过一集视频分享过它，真的非常好用。这一款粉底棒呢，首先它非常方便，携带很方便，也很容易上手。它出来的质地呢，虽然它是膏状体的，但是它出来的质地呢是介于奶油跟粉状之间的这样一个质地，非常容易推开。你看它里面是含有 SPF 35的防晒的，还加入了护肤成分，对熟龄肌呢是非常友善的。它的遮瑕呢是中等到全遮瑕，比阿玛尼的遮瑕成分呢是稍微高了一点，但是它粉底非常非常的细腻，一点也不厚重。我只要涂一点点在我的脸上，晚上我泛红的地方就很容易被遮盖掉。同时呢，它还能提亮我的肤色，让我的肤色呢看起来更健康。它呢比传统的一些粉底棒呢更加保湿，不容易显干纹，也非常适合随时补妆。涂抹在脸上的时候呢，是感觉非常丝滑的，也非常容易抹开。不管你是用手上妆，还是用你的美妆蛋，还是用刷子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很轻薄，而且呢非常容易被推开，不会有厚重感。它的妆感呢是有一点点水润的，会比阿玛尼的这一款呢是稍微有一点点水润感。出来的妆感呢跟阿玛尼的那个一款差不多的，就是更加的滋润，更加的奶油肌的感觉，让你的肌肤呢看上去很健康，散发出光泽。所以对我们中年女性来说，它不仅携带方便，上妆也方便，而且出来的妆感也很自然。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价格跟阿玛尼一样，也稍微贵了一点，但是实用性很高。这个粉底棒呢既保湿又遮瑕，所以非常适合熟龄肌的女性，尤其是针对干性肌肤的朋友，上妆很简单，真的非常推荐。还有这个 Clinique 的 Even Better Glow， 我也很喜欢它的这个妆感。这款倩碧的粉底液呢，
它是主打养肤型的粉底液，它里面是含有 SPF15 的防晒，挤出来的是那种奶油润润的质地，也有少少的流动性，跟阿玛尼的那款差不多，稍微比阿玛尼的那款润一点点。这款粉底液呢，它里面是含有 SPF15，还含有Vitamin C 和抗氧化的成分，很容易推开，就像在推奶油一样，它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的肤色。Clinique 这个产品底妆呢，它有30多个色号，可以适合不同的肤质，尤其是敏感肌的朋友可以去试一试。它的遮瑕力呢也是中等遮瑕的，能够轻微的遮住你的斑点，特别是对于熟龄肌，比如你的皮肤暗沉蜡黄，这款粉底液呢它就能够起到提亮肤色均匀肤色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是比较偏水润的，但是一点也不粘，擦上去很清爽，很快就能会被皮肤吸收，妆感也没有什么任何的负担，没有很厚重的感觉。出来的妆感呢是偏自然的雾光的妆感，上妆以后呢也是给你一种健康的自然肤色的光泽感，妆效呢又是很清爽清透的那种。这款呢性价比很高，价格也比较适中，非常适合既能养肤又想遮瑕的朋友们。我今天用的底妆呢就是用到 Armani 跟 Clinique 的底妆两个混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两个颜色呢都一个是太暗了，一个是太白了，所以我就把这两个颜色混合在一起，就能调出自己的肤色。有时候呢去柜台不是每一个品牌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完全符合自己肤色的底妆产品，所以呢有时候你买错了底妆的话，把太暗了或者是太白的底妆混合在一起，多一点暗或者多一点白，根据自己肤色去调，这样就不会浪费自己买回来的底妆了。有时候这种方法也是很好用的，不信你也试试看。还有一款呢就是 Hourglass 的 Well Hydrating Skin Tint， 这一款呢是非常非常滋润的，它几乎跟那个 Tinted Moisturizer 差不多，用之前呢要摇一摇 shake 一下，它挤出来呢就是那种你看只要轻轻一挤，就是很轻盈的水润的质地，很轻盈，只要用一点点它就挤出来是那种，里边呢含有 94% 的天然成分，里面是含有玻尿酸、角鲨烷和草籽油，所以它的质地呢是非常轻薄的，也就是说它遮瑕力不是很高，是属于低度到中度的，可以叠加，它能够很好的均匀我们的肤色，特别适合干性肌的朋友，质地非常的轻薄，很容易推开，一擦上去呢就瞬间能够保湿，起到保湿皮肤的作用，让肌肤呢看起来更平滑更水润。擦上去的感觉呢你就像是擦了一层保湿霜一样，擦完以后呢妆感就是看上去那种很健康很水润的妆感，非常的自然。它几乎跟那个 BB 霜 CC 霜差不多，但是呢它比那些更加滋润更加水润，因为它的妆感是很轻薄很透的，所以不会让你的细纹或者是皱纹很明显，也不会卡纹，非常适合熟龄肌的女性。如果你是追求那种自然光泽的素颜妆，皮肤看上去呢又保湿又不厚重，非常推荐这一款。今天的熟龄肌底妆分享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这些建议和实测呢能够帮助到你挑选你心仪的底妆。如果你觉得今天视频对你有帮助，你也喜欢这类的视频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哦。你也可以把你的底妆困扰，又或者是你喜欢用到的哪些底妆产品，在下面的留言框里留言给我。那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